大家好，这么一个乱七八糟、社死塌房的9月份，有一种人极其的开心，他们的开心就是可以彻底发挥上岗上线的本事，却收钱办事儿了。为什么新闻我会这么说呢？因为很简单，如果有人非常怕社死，怕塌房，也怕受到牵连的话，那么就肯定有人愿意花大价钱去破财、去消灾、去降低所有舆论上的风险。所以呢，这些日子如果突然之间上了头条、上了热搜，都先别高兴先。即便是正能量的词条，也都暗藏着各式各样好玩的玄机，因为正或者得负了，而不是负最后得正了。娱乐圈真正的友谊很少，真正的交易大把。如果赵丽颖想接洽章子怡的话，就得要先考虑章子怡的大嘴。如果王一博想要突破长空、10月称王的话，就要堵住尬吹审慎头条的了。所以新闻我常说团队，即便身边的人有时候就是个定时跳船的炸弹而已，而金钱呢，有时候真能够成功的买来蛋糕和平安。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首先，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感到好奇和好玩的是，张翰的低俗新剧《东八区的先生们》居然还能继续保持着影评 2.1 的新低，因为17万已吃瓜的点评观众当中，将近97%的人都一直坚持给予了这部剧1星的好评。当然了，因为没有0分和负分的选项，否则张翰的自信还会继续保持插水破0的姿态。这部剧深万我深扒得很透彻了。该剧一经上线，就因台词低俗和细节辣眼，引发全网热议。尽管口碑和评分一降再降，但有关该剧的热议程度却越来越高涨，甚至引来海外网友的关注，更因此扒出张翰的以往奇葩言行。因此，赵丽颖当年哑忍被嘴的2小时，就被这位高端大气的霸总给连带出来各种说事了。自从播出之后，该剧虽主打男性励志剧的路线，结果却凭借扯衣带、咸猪手、调侃女性隐私等话题成功引发关注。意外的是，张翰的新剧不仅得到国内观众的集体差评，更将热度传播到海外，引来韩国网友在线吐槽。从韩国网友的吐槽中，不难看出大家对于该剧的观看感受基本一致，就是感到身心极度不适。针对剧中出现的一系列不雅细节，两国网友的观点也是高度一致，直言那些片段令人无法忍受，觉得男主是变态之类的，甚至想要教训男主角一顿。而且他们吐槽的炮筒多是对准该剧的核心人物张翰，毕竟张翰既是男1号，又是编剧和制作人，他自然会成为众矢之的。从一些犄角旮旯的采访中可以看出，张翰竟然花了4年打磨出这部剧，曾经却一度中断剧本编写，期间更是遭遇无数问题。但张翰在采访中依旧摆出霸总姿态，自称我不解决，谁来解决？在早前的一部职场类综艺中，张翰就以行业前辈的身份带着3位实习生前去审片，没想到审的正是这部剧。在整个审片过程中，张翰是极力展示自己的强大和全能，借助合作演员的夸赞和现身说法的方式，自信无论是完成本职工作还是跨行导演，他都充满自信，尽显霸总人设本色。尽管张翰霸总上身，自信爆棚，在节目中声称自己很了解年轻观众群的观剧需求，可现实反馈却是啪啪打脸。张翰用这句全网垫底神剧力争艺术超越国界，不论哪国网友都无法忍下去。如今再看这档综艺，网友们纷纷心疼并佩服3位实习生的神演技。虽然外界口水不断，但这部剧却是张翰的心血之作，由此似乎反射出张翰本人的处事态度。为此，网友翻出张翰的过往言行，堪比名学语录。在一档恋爱综艺中，
当张翰被问及与母胎单身的女孩恋爱是否会有压力，他邪魅一笑，自信表示初恋和我谈就是女孩这辈子最大的幸福。这还不算什么，张翰在读书期间还曾有过拖行交警的恶劣行为，还因此被当作反面教材登上某法制节目。尽管当时的他属于年轻气盛的阶段，但从他表现出的嚣张气势来看，可能这就是他霸总人设的根源。虽然张翰的过往历史令人难以忍受，正是他的这种个性和思维才会影响到他的影视作品。有一位博主总结得十分到位，张翰出生于富贵家庭，又靠着霸总角色一炮走红，他从未体验过普通人的生活，人生发展也是顺风顺水，身边簇拥的多是一些盲目吹捧他的人，这也导致他对自身的错误认知，进而拍出了这样一部人人喊打的作品。一切都有源头，一切皆是原因。在申万我看来，即便赵丽颖的珊珊依旧是傻白甜的天花板，然而张翰的存在感始终是个炸弹般的天花板存在。对于张翰这类艺人的状态，其中既有资本的捧杀，更有自身认知的错位。与其盲目的自我陶醉，倒不如真诚的去体验生活，好好磨练演技，提升水平，远比沉浸在霸总的世界里要强得多。可以说，张翰的猥琐的确暂时没有踩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红线，也就是没有出轨，没有 PC， 也没有反党。所以虽然他非常不幸地踩到了这个过街色狼、人人喊打的时间点，而且成功地展示了一把细说形式的耍流氓，倒也的确没有被射死的正当实锤。然而呢，娱乐圈的实锤党们还是能轻松找得到吃瓜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实锤的。这不，申万我提到多次的狗仔刘某锤，真的找到了国际章子怡的疑似出轨大锤。这种收钱办事的本事，如果以后死盯上猥琐张翰的话，章子怡式的大锤同样会砸出意想不到的巨大水花和历史涟漪出来。毕竟赵丽颖踩到的薄冰和王一博踩到的薄冰，都是娱乐圈积漏已久的同款薄冰。近日，知名狗仔刘某锤果然跟拍到章子怡跟靳东深夜在路边聊天的镜头，而且还有个穿白衣服的男人，3个人聊得甚欢。但万没有想到，这个男人离开以后，靳东就把章子怡拉到车上，甚至把司机都赶上来了，2个人待了1个小时。很多人说可能是谈事情吧，毕竟明星之间的合作是很多的，有时候赶时间只能在车里谈，可能更加方便一点。但是他们所谈论的具体内容就不得而知了。不知道拼命直播带货赚奶粉钱的汪峰看到这一幕是什么样的感触？因为狗仔的嘴里1个小时里面可能发生的故事可以出现无数种可能和版本，他们不是活雷锋，想要的无非是金钱可以衡量的东西。说实在的，正在和章子怡靠拢并洽商的赵丽颖到底担不担心章子怡捅娄子，申万我真不知道。然而站在章子怡对面的靳东担不担心事情搞大，或许就是相当显而易见的事情了。靳东形象正面，阳光正气，不仅是中国国家1级演员，而且履历相当完整，没有流量的水分，在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的眼里，虽然这个靳东比李易峰大了整整10岁，没有李易峰的来势、来风、讨喜和帅气，但是人家2020年就获得国家颁发1级演员证，2021年12月还就任了中国煤矿文工团副团长，2022年7月更上一层楼，出任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第13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头衔被爆料，是不是同样属于卡着时间点的诡异呢？说到这种揭露真相、直击狗血的偷拍行径，有吃瓜的，有叫好的，有紧张的，也有愤慨的。当然了，那些收钱的是最开心的。还是这个魔幻2022年的魔幻9月初，莲花楼代拍鼻骨骨折的话题意外窜上了热搜。说的是电视剧《莲花楼》的一名剧组成员殴打代拍，视频里代拍被打出鼻血，经诊断确认鼻骨骨折。后来有人扒出这位代拍挨揍不是第一次了，据网友挖坟，他曾先后在请君赐教好一行和这次的莲花楼的拍摄过程中被殴打过。打人固然不对，
不过被打3次还不改行，说明这行还挺有赚头。另外，我必须提醒一下的是，代拍或者说偷拍，就是娱乐圈所衍生出来的这个黑色产业、灰色行业的寄生关键字了。那么，职业代拍是怎样工作的？他们的客户从哪儿来？一个月能赚多少钱？今儿深外我就来和您一同聊聊这个离普通人生活有些许遥远的代拍行业，究竟水有多深，力有多厚？顺便了解一下这回偷拍狗仔刘某锤、电影咖章子怡以及45岁红色老干部靳东之间偶然必然相辅相成的神秘寄生关系。明星代拍在意大利语里叫 paparazzi， 这个词源于1960年的费里尼《甜蜜的生活》电影主人公的名字。电影中主人公是一名三流记者，以偷拍名人照片为生，后来人们就把这类人叫做 paparazzi， 在内语里指的就是狗仔代拍。提起狗仔，人们都很熟悉，之前许多大瓜都是狗仔爆出来的。代拍做的事情和狗仔差不多，都是蹲守明星的行踪，不过两者的目的不太一样。狗仔是为了出新闻卖给媒体，而代拍不搞新闻，他们只关心自己拍到的图能不能被卖掉。代拍的照片大多是打包卖给了站姐，这个词对于追星圈外的人来说还是挺陌生的。所谓站姐，就是粉丝应援站的管理者，其中多为女性，是一个从韩国传到内娱来的新兴职业。一般来说，每个明星会有一个官方后援会和许多站姐。站姐的主要工作就是带着大家追星，为明星开帖子、发照片、发演出信息之类的。站姐想要在圈子里更有影响力，就需要不停的营业。最好的方法就是输出别人没有的一手资料，比如一些粉丝去不到的活动现场，站姐不光去了，还拍来许多高清照片，这就能让站姐的人气大增，吸引来更多关注。换个直男一点的说法就是，身为记者，经常能拍到蜘蛛侠独家照片的彼得·帕克，就是蜘蛛侠的站姐。但是明星成日天南地北，站姐也没办法每个都跟。有些站姐本身有工作，甚至还在上学，为了巩固自己在圈子里的地位，那些自己去不了的现场，他们就会花钱去买照片。这时，所谓的代拍就要出场了。代拍又分为职业代拍和站姐代拍。站姐代拍通常是拍自家爱豆的时候，也顺带拍拍其他艺人，卖掉照片，以此补贴自己追星的开销。职业代拍则完全以此为生，别管谁家爱豆，谁流量大拍谁。有报道说，一位大学生翘了所有的课去做职业拍代，带个小马扎，每天蹲守，1周就挣了15000。怎么样？这个价码是不是很香呢？很香的代价和后果又会是谁呢？欢迎您在评论区中留下大开脑洞的想象力。当然了，这赚的可是辛苦钱，每天扛着相机到处跑就不说了。为了拿独家照片，代拍需要设法溜进各种地方拍摄，比如跟拍影视剧剧组时，许多剧组为了避免拍摄内容泄露，会在外面用绿布围起来。接下来就看代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有人找来工作证，穿着工作服混进去；有人干脆爬到房顶上，顶着38摄氏度的烈日蹲守，没点儿耐力可坚持不下来。有代拍带着退热贴，徒手攀爬陡峭岩壁，最后困在山上下不来，只好报警求助。还有狠人坐在铲车的车斗里，让司机大哥把铲车举高，再架机偷拍。这些专业技能，新万我是做不来的，因为的确跟玩命似的，实属非常敬业了。黄牛、代拍、站姐是饭圈内的一套组合拳。一个专业的代拍手中必定拥有2项资源：长期合作的站姐，信息靠谱的黄牛。代拍第一步，找到明星的行程信息。这件事对普通人来说好像很难，但却是代拍工作中最简单的一环。明星的行程嘛，无非就是走红毯、拍剧或者参加选秀之类的一些公开的行程信息。艺人的官方后援会就会发布，代拍只要提前找好角度去蹲就好了。有点事业心的艺人都会在工作开始前先营业一番。这些谁都能拍到的照片当然不够，除此之外，代拍还会从黄牛手里购买艺人的航班、拍摄信息等资源。微博上能找到大量出售这些信息的黄牛，他们的朋友圈里全是各大明星的出行信息，价格很便宜，普通明星几块钱一条，
顶流也就几十块钱一条，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航班号、酒店名、拍摄地点之类的。拿到信息之后，代拍就要扛上长枪短炮准备工作了。相机成本不便宜，一个专业相机配上长焦、近景2个镜头，算下来也得3、4万块钱。刚入行的菜鸟代拍会选择租相机，一天大概几百块。机场最好拍，因为信息获取难度低，也没啥入场资质门槛，蹲守在机场的粉丝和代拍总是很多，所以机场照往往也很难卖上价格，顶多也就几百块一套图，适合入行代拍练练手。如果幸运的话，在机场蹲守，没准能碰到临时改签的艺人，拍到独家照片，这种图就会因为稀有而卖价更高，但很难，尤其是现在人人都戴口罩。为了跟进候机楼，代拍会买下差不多10克起飞的便宜机票，等拍完之后再退掉。机票不贵的话，他们也会跟着坐上飞机，这样可以拍到起飞和落地，赚2笔钱。要拍出好卖的路透，代拍不仅要把握好快门速度，更得学会一些沟通小技巧，比如像粉丝一样追着喊老公，大概率对方会回过头来给你的相机一个正脸，甚至下一秒已经露出营业的光感微笑。明星用假笑面对代拍的假粉，无言地讽刺了这个产业链上的每一个人。此外，职业代拍最喜欢的是选秀类节目，像《创造101》《青春有你》那种，去一趟能拍到好几十个，分别打包卖给各自的站姐，能狠狠赚上一笔。不过分门别类是个技术活，脸盲是完全吃不了这碗饭的。选秀公演的图很少有低于4位数的，是均价最高的图之一。在这种场合，相机很难带进去，即便带进去了，一举起来拍也很容易被安保人员抓。但如果拍好，一个10秒的单人直拍就可以卖300块钱。代拍的照片能卖出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明星的热度。据说肖战的照片能卖到50张2000块钱，而这50张照片并不是网上PO出来的那种精修图，只是单纯只按了50下相机里有肖战的快门而已。它可能模糊不清、过曝或者不好看，买到图还需要自己上手修。不过，如果摄像水平很糟糕，把某位明星拍得特别丑也没关系，可以卖给竞队或者八卦营销号发黑稿用，也算条条大路通罗马了。一般情况下，代拍会把拍到的明星按照咖位大小划分，然后再把图片打包卖掉。一个小包30到50张，流量明星能卖到150到300元。有些代拍提供修图服务，每张多加10块钱就行。代拍一次拍摄某个明星，大概能拍到几百张图片，拆成几十张一包卖给不同的站姐，按照每小包200块，每次卖5小包计算，一次拍摄就能获得上千元的收入，折算成时薪还是不错的。另外，代拍的收入也和运气有很大的关系。前几年，电视剧《陈情令》上映后，很快火出了圈。微博上出现了许多以磕 CP 为正业的博君艺校站子，代拍的剧组照片价格也一路水涨船高。站姐从蹲守的代拍手里高价收来照片，制作成照片集、海报、贴纸等周边卖给粉丝。最多的站子狂赚了2000万，少的也有几百万。磕 CP 赚的钱估计比萧王2人的片酬都高。代拍起初只是日常蹲守，没料到电视剧会突然爆火，结果播出后手里的照片意外翻了几10倍，算是大赚了一笔，导致之后1、2年大量代拍都在押宝题材相似的剧集，即使剧里没啥流量主演。反正搏一搏，单车变摩托，这就是偷拍代拍的豪赌本质了。Shin Wan我说白了，也是深深佩服这些为了钱爆发出来的不顾一切的狠劲，因为万一赌对了，没准房子首付就有了。这跟炒股卖货都是一个心态，赌徒心态。当然了，往好里说，Shin Wan我也能说出一堆的高大上出来。有知情人透露，王一博拍摄有匪期间，有代拍单是依靠卖王一博的照片，一天就赚了4万块。在另外一部由罗云熙、陈飞宇主演的电视剧《好一行》中，代拍1个月能赚30万元。如果代拍本身再有一些运营思维，把下游的生意一块干了，自己当个站姐，开个抖音直播之类的，靠着一手的明星照片，很快就能聚集人气。
在抖音上搜索乘以明星名加跟班或者明星拍摄之类的，会跳出一大串账号。他们有些是职业跟拍，有些是常驻片场的龙套演员，利用明星引流吸粉，然后靠着卖照片、卖周边、接广告卖号之类的方式赚钱，近水楼台先得月。不过，代拍说起来还是在灰色地带的边缘疯狂试探。中国法律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任何未经本人同意的肖像使用都是违法的。对于这样的行为，如果本人追究，代拍是需要承担侵权责任的。另外，现在提倡理性追星、抵制代拍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普通人贸然上手，可能一不小心就会玩砸，小则赔钱，大则挨揍。就像Shin1我刚刚提到的莲花楼事件一样，可见代拍属于高危职业，而且没有工伤保险。有人常说干一行要爱一行，这种灰色行业您会爱吗？Shin1我坚信还是有成千上万的追星人、偶像粉会去爱的，因为多多少少可以第一时间跟踪到心爱偶像的动态和形态，这点Shin1我深表理解，因为爱是无需理由的。当然了，爱对爱错就需要理由了。比方说，万人迷的王一博果然招人喜欢，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对他钟爱有加。话说，上代歌手任贤齐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在节目中跟小朋友的互动过程中，小齐哥问小朋友有没有喜欢的明星，跳舞、唱歌或者演戏。小朋友因为年纪不大，对此问题并没有听懂的意思。于是乎，小齐哥举例说了一下，提及了几个艺人的名字。在小朋友听到王一博名字的时候，瞬间开心起来，回答说：“我喜欢王一博。”这个时候，小齐哥顺口问了一句：“是不是因为跳舞厉害啊，所以你才喜欢的呢？”没想到此刻的小朋友说了一句话：“王一博是全面发展的我们好男儿。”听到这句话后，小齐哥会心一笑，频频点头认可。在后面的互动中，小朋友更是给任贤齐改了名字王二博，最后在一顿唇枪舌战中变成了王大博。看到这相当逗趣的一幕，围观吃瓜的网友们瞬间都被逗乐了。没想到小齐哥居然有这么一天，成为了王一博的哥哥。同时呢，好多网友被年纪轻轻小朋友的这句话给震慑了，因为小小年纪居然总结得很到位，王一博的确是全面发展的我们好男儿。于是乎，不少粉丝大夸特夸这位小朋友，说没想到比我们这些成年人总结的还到位，非常全面而精准到位。小朋友的语言表达能力真的好有水准。Shin1我真的感慨，所谓一叶知秋，现在是童言无忌了。您有没有同款感觉呢？王一博现在已经火到这个地步了吗？看节目中，小女孩的年纪不大，居然会这么喜欢王一博，甚至如此全面地总结了他，看来没有受父母影响。盲猜一下，估计妈妈是王一博的粉丝。说到这，您是不是被孩子的童言无忌给惊了一下？毕竟喜欢就是喜欢，孩子是不会随便骗人的。同时呢，Shin1我也需要感叹一句，王一博，没想到你这么红。当然了，因为小女孩的这句话，瞬间引发了网友对王一博的讨论，更是冲上了热搜。大家都在评论区留言讨论，王一博算是当下男女老少都喜欢的明星了。王一博的全能型发展，其实重点在他喜欢热爱的事情上，特别是街舞、运动类的领域，他都让人看到了发光发热的优点。更重要的一点，王一博的个人魅力很招人喜欢，不喜欢媚粉，不敷衍了事，认真沉稳，努力还坦诚。现在忙着转型大银幕的王一博，可谓是炙手可热。别说小朋友喜欢，好多上了年纪的人都对他赞不绝口。多少小朋友知道他不说，玩滑板、跳街舞的都认识他。更有不少人通过王一博的影视作品，直接被带入坑里躺平了。目前为止，王一博是跨圈最成功的一位，运动圈、娱乐圈、时尚圈都表现不俗，男生喜欢他更是占了不少。特别是运动类、鞋圈，对他都抱着欣赏的态度。就是拥有这么多年龄段人的喜欢，王一博的价值才会呈现无穷的潜力。最近王一博的电影《长空之王》即将上映国庆档，新代言墩墩桶跟门口 Moncler 官宣了全球代言人，就是行动力超越表达力的酷盖王一博了。Shin1我的这个总结，您认同吧？
不过呢，说实在的，小女孩的话真的只是童言无忌的好玩而已，平添了生活的色彩罢了，和王一博的色彩一样，丰富了千万人的生活。因为生活就需要这些色彩的点缀的，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多的阳光与笑声。只是一个小女孩的喜好和认同，完全不能代表和概括她这个年龄层的喜好和认同。如果开心的粉丝们强行拔高小女孩的代表性，那么王一博的真实和快乐或许就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和抵消。因为社会主义大家庭是相当忌讳鸡蛋这种影响力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自古以来都是铁律来的。开心和快乐心知肚明就好了，大书特书，以点盖面，反而犯了社会主义忌讳。过来人赵丽颖有时超常的敏感，就特别不容易察觉，平安是福，且行珍惜。